我们通过测量呢，这个刻度呢是96度，也就是我们到时候台面要调整为6度，这样我们打出来的孔就是我们要的这个孔了。好，我们现在把台面的角度调整为6度。那我们角度变化之后啊，这个深度也会变化，所以我们一会儿要重新设定一下我们打孔的深度。同样，我们还要做一个标记，这个是高孔位的孔，所以我们的倾斜角度要往下走。这个我们在打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要设定这个孔的深度了，还是同样的方法，我们先量一下它腾空的这个高度，大概是3毫米。那我们在设定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设定为2.3厘米这样一个高度。现在把它固定。打完孔之后，我们还是先测量一下，也是2.1厘米。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打其他的孔了。这样我们所有的孔就打完了，我们再次把它装起来。装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测量这根横撑的长度。那我们这里又用到一个辅具，它的制作方法是一根铜管加一根铜棒，它们套在一起之后啊，可以形成一个伸缩棒。那我们在测量长度的时候，就是把它放进去之后，两个孔之间的间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伸缩棒去测量出来。在测量的时候，我们用一个铅笔去做一个标记，比如说我们放进去之后把它伸开，那我们用铅笔画一个标记，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之后再回到我们之前画铅笔的那个标记的这个长度，这个长度就是我们这个横撑的实际长度了。好，我们量一下26，然后我们再量一下其他两个。好，这个位置和我刚才画的那个位置相同，那我们这2根横撑的长度也是相同的。我们再量第3个，我没有看到那个铅笔的痕迹，我们画一下，我们量一下这个，这个是25.9。那我们这3根横撑呢，2根是26，一个是25.9，所以它们几乎就是相同的。那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整个长度我们做到25.7。比我们实际长度减小2毫米。为什么要缩短2毫米呢？就是我们到时候安装的时候是需要打胶水，所以我们要给这个胶水和这个横撑要留一点余地。那我们最终就确定了这3根横撑的长度是25.7，它的直径最粗的部分呢，我们就确定为2.1到2.2的这样一个直径，然后它的孔径是15毫米，我们就去制作这样一个横撑。好，这是我们裁好的做横撑的料，现在要把它裁成一个8边形，之后我们再上车床去把它做成我们想要的那个尺寸。我们现在找出它的圆心。好，我们用圆规画一下这个圆。我们只画一个就好了，画一个，我们用这个圆作为参照去切这个8边形。裁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圆心给它用钉子加深一下。我们用钉子敲一下的原因是，这样在车床上它那个尖就会卡得更牢。在钉的时候，你要看一下是不是在它的中心位置。如果你这个用钉子打的时候打偏了，我们上车床车的时候也会偏掉了。我这个木料呢，取的长度是30厘米，我们到时候最终需要25.7，大概多了4.3厘米的样子。装好之后，我们就开始制作。制作的我们第一步还是先用打皮刀把它棱角全部去掉，让它变成一个圆柱体。
千万别忘了戴防护面罩和口罩。用打劈刀把它棱角去掉之后，我们现在是一个圆柱体。接下来我们用铅笔找出这根木料的中心点，也就是15厘米的这个地方。我们再从中心点左右各取13厘米的这样2个点。现在这2根铅笔之间的距离呢是26厘米，也就是差不多是我们最终要取的这个尺寸。那我们之前打孔的时候，它的孔的深度是2.1厘米，所以我们从这个点再过来2.1厘米，这就是我们榫头的长度。那这边也是一样的，我们从这一条铅笔线挪过来2.1厘米，这就是我们榫头的长度。我们现在要根据这2条线去做我们的榫头。这2个部分呢，我现在用铅笔把它涂黑。这2个部分就是我们榫头的这个长度。我们现在要去用定位的这个车刀，把我们榫头的直径车出来。我们榫头的直径是15毫米，但是我们在车这个榫头的直径的时候，不能直接贴着这个边去做成15毫米，我们要往左边，也就是往外移5毫米，在5毫米左右的这个位置，我们去下第1刀，然后让它变成15毫米。好，我们现在把榫头左边的部分全部给它剃成15毫米。刚才说我们榫头的长度是到这个位置，那我们尽量给它一点富裕，往这边来一点，把它做成15毫米的直径。好，现在我们观察一下这个黑色的部分，其实也是榫头的部分，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做成15毫米？是因为我们如果把它做成15毫米，到时候我们在做锥形打磨就会少于15毫米。这个地方有一个锥形，我们在安装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更加的牢固。它是比15毫米稍微大0.3毫米的一个直径。好，相同的方法我们做右边。我们从铅笔线以外开始做它的直径是15毫米。好，还是一样的，给这个榫头留一部分，不要去车成15毫米的直径。我们预留的这个宽度呢，不能太宽，也不能太窄，大概就是5、6毫米的样子。这是我们整根横撑的中心位置，也是我们整个横撑最粗的部分，直径给它车成21毫米。现在我们把这一根横撑呢，就分成了3个部分。这2边是榫头的部分，这里是中间的部分，然后我们从中间往左和往右分别去车成锥形。我们再使用打劈刀，先往右边走。我们在往右边走的时候，这个刀口你可以往右边侧一点，这样更安全。好，
在车到它这个交接点的时候，我们要稍微小心一点，不能一下子车进去了。车进去如果变细了，我们到时候这个榫头就不好用了。我们现在车左边。当我们快车好的时候，可以换一下这个斜口的这个刀，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平面才会更加的平直。好，车好了这个形状之后，我们就可以打磨了。顺序还是先用80的，然后用240的，再用320的，最后用600的就可以了。在打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木薯只要是在这个木薯之内把它打磨平整就可以，不要过度去打磨，因为我们这个直径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你要是打磨的太多，然后直径就不够了。一开始打磨的时候没有经验的话，你可以停下看一下，停下然后多检查几次，这样的话你慢慢的就对打磨有了一定的感觉，就不用再停下去看了。我们其实在转的时候也是看得清楚的，但是你没有经验可能就看不清楚。接下来我们用240的去打磨。我们现在已经打磨到了320，还差最后一个木薯，就是600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我们检查的时候，还是先找出我们需要的那几个点，一个是它的中点，好，这就是我们这根横撑最粗的部分。然后接下来我们找到我们榫头的那个位置，这是我们榫头的最长部分。然后过来2.1厘米，这就是我们榫头整个长度。好，我们现在用卡尺去测量我们这5条线的直径。我们说它的最粗的部分大概是2.1左右，现在是20.53，这个是合适的。用车刀在一开始做2.1厘米，那我们打磨过之后它就会变细，所以2厘米到2.1厘米这个粗细就是我们要的这个粗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量榫头的粗细，榫头这个是比较需要精准一点。比如说我们那个孔是15毫米，那我们这个直径大概就是14.9左右，是最细的部分。那我们最粗的部分大概要15.3以内，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榫头就比较合适。好，我们最细的部分现在是14.9，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直径。那我们最粗的部分是15.5，这个稍微粗了一点，
那我们现在还有一定余地，可以去再打磨一下，轻微再打磨一下，处理一下，它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15.3毫米了。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榫头，让它稍微细一点点。好，接下来我们刚才这个地方也是稍微有点粗，我们就再蹭一下。这样我们一根横撑就做好了。我们一会儿把两头多余的部分去掉，那就得到了我们要的最终的一个横撑的长度。好，现在我们用车床已经做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把它裁成我们需要的长度。我们说需要25.7，我们总长是30，所以两头各去掉2.15厘米。切好之后，我们再倒个斜角。这样安装的时候就会更好安装一点。我们在试的时候也要看准这个数字的顺序，1、2、3，按照这个顺序把它装起来。你看我们这个结构呢，它其实是需要同时往里面收，否则是装不进去的。那我们在装完横撑先没有装到底的时候，就要开始装凳面了，这几个榫头都要同时往下收。如果角度不对的话，其实现在也看得出来了。好，我们现在观察一下，我感觉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为什么不装到底？就是我们这个结构啊，它其实如果装到底之后就很难再取出来，因为它是同时往里收的。所以这也进一步说明我们这个结构会非常的牢固，一旦装好了之后，它就会非常牢。每一根横撑它是互相支撑住的，凳腿和凳面又是有一个收的力量，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浑然一体，所以会非常的牢固。现在我们检查过之后就没有问题，接下来需要给这个凳腿这个榫头的部分开一个缝，我们到时候做破头楔用的。等做完这个楔子，我们就可以正式安装了。我们在拆的时候也要3条腿同时往外敲。现在要按照之前画的这个红线，我们切一条缝，它的深度呢不能超过之前做的这个深度的这个标记，我们尽量保留5毫米的这个距离。我们在开这个缝的时候啊，还是要垫一块这样的一个带微槽的木块，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放稳。这里我们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比如说把这个榫头打上来之后，我们要砸这个楔子。那砸楔子的时候，你看它因为是有倾斜角度的，这边厚，这边薄。我们如果直接这样打的话，你看这个楔子它是往这边要偏一些的。那我们打之前应该用刀把它这个地方削一个斜边，这样我们在敲的时候就比较好敲了。也就是说，我们根据它这个弧面外面薄里面高，那我们就在它薄的那个方向上去切掉一点斜边，这样的话我们在敲这种楔子的时候就比较好打。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形状，我们在敲的时候这样就比较好打了。现在我们把背面打磨光滑，然后就可以安装了。正面我们这边等把榫头切掉之后，我们最后再处理。好，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开始安装。安装的顺序呢是先装横撑，装完横撑之后，我们再装这个凳面。打胶的时候，这个洞里面不能打太多，就是薄薄的刷一层这个胶水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先只装高位的这个孔，或者是只装低位的孔。我们3个腿，每一个腿上装1根横撑，这样我们3个同时再往里面打。如果你装的是上面这个孔，我们就每一条腿上都装上面的孔。
孔里面打完之后，我们给这个横撑上也稍微打一点点胶。现在我们再把这3个凳腿组合在一起。我们在组合的时候要看一下凳面这个数字，1、2、3、4，我们这个顺序不能变换。现在我们用一个夹子轻轻的往里面夹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装凳面了。凳面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先给这个孔里面打点胶，也是薄薄的刷一层，然后这个榫头上打一点。好，现在我们按照这个数字的位置把凳面装上去。好，这个时候我们轻轻的敲一下，让它往下走一点。你看打完胶之后啊，它就会变得比较紧。刚才用这个夹子夹得动，现在已经夹不动了。那我们就要用我们这个木块，然后垫上之后，用力量大一点的夹子去夹它。这个横撑其实已经基本上快到位了，然后我们就把凳面往下敲一下。这个3个腿必须要分别按照顺序都要夹，因为你看我们的横撑是交错互相顶在一起的，所以你如果只夹一个，它另外一个也是要掰弯的那种，夹不进去，所以我们要同时转着圈去把它夹进去。还有这一个横撑稍微差一点，我们把那个再夹上去。好，现在横撑已经装到位了，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去把凳面敲下去。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之前我们画的那条深度的线，现在基本上已经到底了。装好之后，我们检查一下，没什么问题，就可以打楔子了。刚才切的这个斜边朝外。我们先铲掉一下这个多余的胶水。如果现在不处理干净，到时候干了之后啊，就很难弄掉了。而且干了之后再铲胶的话，就容易把这个木头也划坏。现在我们就要把它铲干净，然后用刷子把它刷干净。虽然说我们现在用刷子刷掉，但是等它干了之后还是会有一些水渍，那我们还是要用砂纸轻微的再处理一下。你看，我们一开始用铅笔做的标记，其实用这种带水的刷子就可以刷掉了。所以我们在做一些最后需要标记的位置的时候啊，可以用铅笔去标记，我们直接用刷子也是可以处理掉的。
刷完之后，如果水比较多，有点湿，我们就用这个热风枪把它吹一下。爆完之后，我们就用240目的砂纸再打磨一下，这样凳面就结束了。好，我们现在把凳子多余的高度切掉。如果你想要的高度是58或者是60，那你就按照你的高度把这个凳脚切掉一部分。我们这里又用到一个辅具，它是一个这样的底座，然后夹一根铅笔。我们铅笔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面去转，就会在凳脚上这样画出一个圆圈。我们再用锯子按照这个画的这个线把它切出来就可以了。好，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平面上这样去画，所以我们按照这个线切出来，这个凳脚就是平的。当然，3条腿的凳子不存在不平的情况。如果是4条腿的凳子的话，你这样画就要严格按照这个线去把它切出来。现在把它切掉。现在再给它导个圆角，因为我们整个凳子这个风格是偏圆润，所以我们这个凳脚如果导一个圆角的话，也更加呼应它的这个风格了。我们导圆角的时候可以用鸟刨，也可以用刀，当然也可以用凿子。刨完、削完之后，我们就用砂纸把它打磨光滑。打磨的时候可以用320的打磨，然后再用600的收一遍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需要处理的细节，比如说我们刚才刷过的水渍，然后残留的胶水等等，我们现在检查一下，如果需要处理的话就处理。有些角落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刮刀去处理一下。处理完之后，我们擦一下灰，吹一下，踏上 logo 就可以打蜡了。打蜡呢，我们不能低于2遍，一般可以打3遍。第一遍呢最关键，需要充分吸收，然后再去打第2遍。每一次打蜡呢，它的间隔是5到7天的时间，这样蜡充分干掉以后，我们用600到1000目的砂纸再抛一下上面的蜡，然后我们再去打下一次蜡。第2遍蜡呢，就是为了补充第一次如果没有打好，然后有部分的它吸过之后有点泛白，我们第2遍就是再补充一下。那第3遍呢，就会让整个家具变得更有光泽，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打3遍蜡。这种拐角的地方，我们就用刷子刷一下，因为棉布有时候打不进去。当然，有些人喜欢直接用刷子去刷木蜡油。当然是可以的哈，都可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干的棉布把它擦干，把油收掉。
这样我们这张凳子就完成了。这一阶段一共是11节课，已经全部讲完了。你有收获吗？在我们的课堂里没有制作一件东西的标准答案，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有可能会出现2种情况：你一下子学会了很多东西，或者你还是什么都不会。无论哪种情况对你来说都是有益的。如果你发现对做东西没有兴趣，觉得自己不适合，请不要再浪费时间和金钱，去做自己更喜欢和更擅长的事情吧。如果你真的喜欢且擅长做东西，请不要放弃。你可能还没有齐全的工具，也没有像样的木工房，但这都不是你做东西的阻碍。15年到25年这10年，我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和阻力。从想做东西到有一间10平米的小房间，我用了2年；从10平米的房间到36平米的工作室，我又用了2年。直到2021年6月，才有了这间像样点的工作室。18年底成立工作室以来，整整7年，我们遇到了太多的问题、挑战、危机还有诱惑，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妥协和放弃过。当你一次次的解决问题，掌控自己的生活，就会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自由。这都是我最珍贵的财富。我们随时可以出发，没有人可以阻挡你。还记得那2个三角形吗？我还有第3个三角形，我称它为自由三角形。一句话总结就是：尊重金钱，爱惜时间，收敛心力。你说为什么拥有金钱、时间和心力才会让人自由呢？